大家好，老韩。最近呢，经常有一些看我频道时间长的朋友问我之前不有台 ES350吗？说快要到期了，什么时候还？怎么还？打算怎么做？打算换什么车？今天呢，统一跟大家汇报一下啊，我把那个 ES350给确定了，换了一台这个2022款的 RX350。今天呢，咱们就唠一唠我在换这个车前后的一些心路历程、一些流水账，咱们今天娓娓道来。感谢大家订阅、点赞、评论、转发、点亮小铃铛。那换这台车呢，完全也是在计划外的一件事哈。那像大家清楚，我之前那台 ES350啊，是在今年7月份到期。那车呢，截止到前2天我确定呢，跑了21000多英里，跑的不算多哈。那台 ES350呢，总体来讲还是不错的。如果打分的话，怎么也是在中等加的水平哈，应该在中等以上的一个平均水平了。那台车呢，虽然不是我拥有的第一台雷克萨斯吧，但确实是我拥有的第一台美国装的雷克萨斯。那从大面上来讲呢，车况还是说得过去的。出去玩啊，开多远呢，也没说把我撂到半道上啊。但一说这事儿呢，大家总爱说，哎呀，这么新的车怎么能把你撂到半道上？你的要求是不是太低了？其实来讲，哥们儿一点都不低。我也见过很多嘎嘎新的车，直接就把主人呐、把驾驶者呀撂到半道上的啊，这个一点都不开玩笑。所以能够买到一台从没有把你撂到半道上的车，还是挺欣慰的一件事。那台车呢，之前有很多视频我已经介绍过了，今天在这儿呢就不仔细介绍了。最大的问题，感觉它和日本装的雷克萨斯最大的区别就是这个车身装备工艺的问题啊。一个呢，就是我之前说的那个关门的声音，确实很难说它是一台中高档的豪华轿车啊，那一关门的声音哐哐的很难听。再一个呢，确实有异响。中控台都不说了，因为那车刚接来的时候，中控台就异响。到还车的时候，那4个门子只要过点稍微不平的路，都会有异响啊。那4个门子都会有异响。这个在我之前开的几台日本装的雷克萨斯车上是不存在的。但不管怎么说，你19年历史的车，那个年景历史的车，只要你车况良好，别有什么事故，现在呢，随着车价往高走，车源紧张，基本都能卖出来一个溢价的值哈。所以总体来讲呢，我对那个车的表现还算是满意的。那前2年呢，从俄亥俄搬到达拉斯之后呢，我就把孩他妈的开那车给卖了。孩他妈呢，一直就开我那个 ES350，我之前就开那个 GX， 然后我那 GX 卖了之后，我不就开那个330了吗？这个330啊，哪儿都挺好，就是这个屁股按摩功能，点屁股这个事儿，我一直挺难接受的。后来我自己就打了自己这个小99啊，我就想着把这个330啊说服给孩他妈，然后我再找一个自己开着舒服点的车。本来他一开始都接受了，我一直劝他这个330啊挺好开的，是驾驶者之车，也挺符合这个女性的气质哈，职场女性的气质。本来一开始他都同意了，我已经开始给自己在市场上找车了哈，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娘们儿不学兵法，开始看视频了，偷摸的看我那个330的视频。然后有一天提出来，就非要试驾车哈，说我说的点屁股，哎呦我去！当时我头嗡一下，他以前也不看我视频呢。结果有一天他把那车开出去了，回来以后说啥再也不开了，我这心呐拔凉拔凉的。然后义正言辞的提出把 ES 卖了之后，找一台适合他的车。那针对他的这个要求，他的选择面就比较窄了，就没有太多的选择空间了。第一个呢，要可靠。不能说坏就坏，不能把它随便扔在道上，把它扔道上，那就相当于给我找事儿呢啊。第二个呢，要好开，要容易上手，不能显得很激进、很劲爆。第三个呢，要有一定的过日子的用途，你买点东西啊，比如说你拉个孩子啊，空间不能太小。那兜兜转转之后呢，最后就确定这个车了。确定这个车呢，雷克萨斯在达拉斯本地呢，一共有2家 dealer，当然它不是2家了，就是2个集团。这些 dealer 呢，都分属于2个集团的。Team 呢就在其中一家工作。那当时我想要这个车的诉求呢，就是这种车长成这种 SUV 样式的啊，你别管能不能越野，你是不是得有个4驱？你都长成这样了，再不上个4驱，是不是有点对不起这个模样了？不符合这个气质了哈。结果一看这个他那个 waiting list 的，或者他这个排产计划里面，现在的雷克萨斯哈把这个 RX 弄的也是都是套路。现在雷克萨斯就这个 RX 啊，你低配很难买到。你很难买到像网上那种起售价再稍微加点什么的车型，买不到哈。他把这个前驱车加的呀
配置都加的还算可以，大概要加出5000多块钱的配置，才能算现在比较低的一个配置的车哈。其实配置已经不低了，相对于前驱车来讲。那么像四驱车，基本都给你加上了 F Sport 哈，不加 F Sport 的四驱车很少见。再往上呢，就是高配的350了哈。当然，你像本地，你像350L 或者450，在它那个列表里，在它那个排产计划表里很少很少。而且这些车基本都被定了，最后很无奈，按照我的需求，我对颜色的需求，我不要白色外观，我不要黑色外观啊，我不要黑色内饰，最后选择了一个是大概6月中旬，6月上旬到6月中旬能到货的一款高配的4驱 RX。那定完之后呢，我就回家了。我本以为是一个漫长的等待。那回家等车没等2天 ，Tim 给我来电话说他有一个客户，客户订了一台车，车到了，结果客户的信用没通过，在丰田雷克萨斯金融中心验信用没通过。现在这年头，你看丰田雷克萨斯金融中心验信用都没通过，那大家清楚，像丰田的金融中心，在这些厂家的金融中心里面，之前他对这个信用要求是比较宽泛的，很多我们新移民的朋友来了之后。都是拿的雷克萨斯或者丰田金融中心他的这个放款来养的信用哈，结果现在他说最近有很多他这个客户在丰田在雷克萨斯这个信用都没过，然后他就说这车的配置哈，配置呢外面是灰色的没问题，我中意，内饰是棕色的没问题，我也中意，然后说是在前驱车型的基础上加了一些豪华配置。我一听豪华配置我能接受，这前驱多少有点不太符合我的心思哈。你毕竟这种造型整个前驱还是差那么点意思。后来我一合计，与其等1个多月，前驱就前驱吧，大不了呢以后让孩他妈开车离水远点，离沙子远点，碰到水碰到沙子，咱不往旁边凑还不行吗？牌呢我就不挡了，在达拉斯的朋友有看到的可以进行骚扰啊。那这批货不出去，下批货进不来。价格呢？这车如果单从出门价上来讲的话，没有加价，厂家呢还给了1500块钱的 rebate。那大家也可以看到，这车是基本是比较素车哈，没有加什么装饰。Tim 呢也没有墙钩或什么包，基本上从出门价的角度来讲，现在买这台车还是挺划算的。但是我呢非要励志车，这个呢也属于我人贱啊，人贱没有办法。那现在呢，在全网各个品牌，可能有比较厚道的品牌，比较厚道的 dealer， 它在出门价，如果你想全款买车的话，或者你想分期付款买车的话，价格会比较好，也可能会不加价，也可能会稍微给你点优惠，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你想励志车，现在全网任何一家价格都不好。那现在呢，车源短缺，车好卖，车比较紧张，励志这个方式呢，大家都不太重视了，不想用这个方式的，都想快速的回笼资金。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网上呢，各个厂家的官网上都没有以前的那个 special offer 了，励志 special offer。所以现在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励志车这个方式是不太划算的哈。但是无奈我呢还是励志了这台车，就相当于我那个19款 ES350，它所带来的产品溢价抵消了这台车的成本上涨。你现在到 dealer 那库里啊，或者到他发来的车上可以看到，因为它22款呢，这个雾灯作为全系列各个级别的选装配置，它把这个雾灯把每个车基本都给选上了。它这个雾灯呢，在之前的款代上是在这的啊，在22款上呢，它就把雾灯放在这了。把雾灯放在这呢，我不知道是哪个大神想出来的哈。当然最近呢，我还看到某品牌的一个小车哈，把这个后方转向灯啊，还有一些灯带放在了后保险杠非常突出的位置哈。这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出来的，这是怎么呢？灯厂那些供应商现在给设计师上手段了，这多让你们卖灯啊，一换就得换总成，把灯放在这么突出的位置，包括那个放在保险杠那个，那不就是等着灯碎呢吗？碎的比率、碎的概率肯定大呀。不管你是什么原因这么设计，肯定有一点你是没有站在消费者使用的角度来想这个问题哈。还有说现在哈，这 dealer 还有这个主机厂把这个低配车型都配上这2寸大轮子了。这2寸大轮子呢，你说好不好看？视觉上确实好看，但行驶品质上确实没有那个稍微小点，比如18、19、17的轮子感觉舒服啊。它对地面的反馈呢，稍微显得直接了一些。但你这么一个以舒适为导向的车，配这么一个大轮子，我觉得
有点不符合气质哈。而且外观你看着这么张扬的一台车，一打听前驱车，但现在没办法，你像厂家 dealer 都这么配，把这个低配车装上那么多配置，这也是最大程度的榨取这代 RX 的剩余价值吧，把这车的余热发扬光大。但是这个车呢，这6缸发动机也是我比较喜欢的。2GR 这发动机我太熟了哈，过手 N 多车都是这个发动机。其实对于这老款的 RX 呢，它的混动其实挺划算的，450混动，它是在这个6缸机的基础上再做的一个混动哈，不像现在的丰田车或者雷克萨斯车是把缸数降下来然后再做的混动。它那个呢，现在在达拉斯很难订到，即便是它那个 list 它那个列表里有的话，基本也都被别人订掉了哈。所以要等，我觉得我最讨厌这个等车这个感觉哈。最好还像以前买院车，我去了就挑，挑完就开走。现在嘛 ，dealer 对于这个 RX 的打法呢，就是在低配车型，在这种前驱低配车型上，把能选的都给你选上啊。你包括像这个车呀，它也选了什么方向盘加热呀、座椅加热通风啊、记忆座椅呀，这把能选的都给你选上了。整个看呢，配置还是够用哈。除了是个前驱没有四驱这一点之外，其他我觉得配置都够用。当然没办法，你就当一个个高点的跨界、个高点的轿子开呗，那咋整？这车呢是加拿大装的，貌似看着比美国装的那个效果要好一些，但是这个还有待于慢慢给大家体会哈。现在断言还为时尚早，而且呢，买雷克萨斯车从 TNGA 平台往回买的、往老买的，可能我也就是独一份儿。这里面看着很多呢，确实比 TNGA 平台的那些车呀要老。虽然配置够用哈，但感觉到设计上确实还是要老一些。有一些配置呢，不论是这个设计的感觉啊，还是便利性，确实赶不上 TNGA 平台的一些产品。但是用料扎实的程度，我感觉比 TNGA 平台要强一些哈。包括这棚啊，包括一些使用的材料上，还能够看到当年老年上雷克萨斯车上那种匠心精神的影子哈。那这车拿回来之后呢，不管是身边的朋友还是网上的朋友，都在跟我讲，这车这么老，你怎么还买个这么老的车？再一个，这车马上就换代了，你为什么买一个末期车？其实这种事儿呢，就好比什么，你在3月份想买个电话，结果在9月份要开发布会，你就非得等到9月份之后再买。对于这种事儿呢，我的理解，我的态度一贯就是需要就买，先买先用，再出再说。那通过之前呢那段给自己看车，后来呢又给孩儿他妈看车，这段时间呢，我感觉到车市呢，新车市场啊，我觉得比我上次看330的时候还要缺车，缺车的程度还要严重啊。二手车市场呢，目前价格是在往下走了，不管是二手车的进价还是二手车的出价，都在往下走。你像那个 ES350中那个19款呢，我在当时例子330的时候，我就在各大网站上对它进行估价，当时的估价比现在的估价要高。那透过我跟本地的这些二手车商聊天呢，可以感觉到现在呢，一个是需求往下走，再一个呢，他们的库存比较大，所以现在导致着整个二手车市场进价出价都在往下走。但反观新车市场这块，车辆是越来越缺车情况呢，比前一段还要严重。而且就本地这些主销品牌的 dealer 来看，加价加配置依然还是比较普遍的哈。最次的也给你加一个什么保养包啊，或者全车保护包啊，就是什么贴膜啊，加上车上一些保护膜啥的。那之前呢，我本来想给自己选一个舒服点的大轿车啊，既然 SUV 价格都高嘛，那我选个轿车嘛。结果德系普遍没有车，订车周期都很长，而且价格都很高。德系这些轿车现在都是飘了啊，价格都非常高，包括出门价，包括你的历史价格。后来我合计，那看看沃尔沃吧。沃尔沃之前不是态度挺诚恳的，姿态挺低的吗？结果到沃尔沃这几家 dealer 一打听呢，他们现有的车不是纯电的，就是插电混动的 XC90，仅此而已。其他车订货期限遥遥无期。后来不行，我再退一步吧，我不行，我买美系的轿车，买凯迪拉克的 CT6是没了，那我买个 CT5还不行吗？ CT5一打听没有现货，订货3个月起。当然我说的这些信息呢，都是基于我的角度去打听的哈，可能各个区域呢不同人打听，大家人品比我好，可能打听的结果不太一样，但我打听的结果就是我如实的跟大家反映这些哈。
那英菲尼迪的 QS60呢，我个人比较喜欢，我去打听了 QS60，我是4月份打听的。如果4月份订车，9月份能提到车就不错了。价格呢也没办法给我报一个准确的价格，当然这也好理解哈，你半年后提车，我上哪给你报准确价格的？这我都能理解。再一个呢，就是 MDX 呢，我也去看了 ，Acura 也是为数不多的，目前还在它官网上，就主机厂官网上写出来 Lease Special Offer 的一个厂家哈。当然，你把这 Lease Special Offer 呢拿到 dealer 去，人也不认。MDX 你要想弄个4驱的，想弄个基础配置加1个包或者加2个包的，价格要比这个高很多哈。而且就本地这些 Acura 的 dealer 呢，加个什么调节架啊，加个什么车身上的包啊，给你贴个膜啊，这都是很正常的啊。那 MDX 呢，车源也相对不是那么太紧张，基本你也能买到在途车辆哈。在途车辆去订的，大概也就1个多月能到货，这是我自己打听到的一个结果。大家还记得我之前在谈330那个买车的过程当中说了，吉普大切诺基 L 价格是比较靠谱的啊，比较接地气，不是太飘的那种价格哈。这次呢，我也把大切 L 当做一个备选项，我又去了，还是当时那家 dealer， 我找了一台跟当时差不多价格的一台车哈，他给我报的历史价格比我当时打的那个价格要高很多。然后去了呢，我也很诚实的，我也很诚恳的跟他讲，就是这个价格呢是之前一些时候你报给我的历史价格。当然我清楚现在的局势呢，比之前的局势，比之前的形势要严峻一些。当然看你目前展场上这些车呢，也没有比之前严峻多少啊。我能够接受你稍微上浮一些，比之前的价格稍微上浮一些，但是你也不能太夸张了。我就把之前那个价格丢给他了，就是你如果能做，或者稍微加一点就能做这个价格，你及时的通知我，我没有二话，回来我就把车提了。结果到现在为止他也没有通知我哈。那还有的朋友呢，说是有些地方全尺寸 SUV 出现了价格松动哈，这个呢就本地我在达拉斯打听的价格呢，目前来看全尺寸 SUV 包括通用全系列，包括吉普的 Wagoneer， 包括林肯，包括福特，价格依然没有松动，而且呢你想平价买车也不太现实，即便是 Wagoneer 它要给你加很多的包哈。那至于有朋友说呢，在加州看到了 Wagoneer 车型的价格松动，这个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加州的油价现在那么高的位置啊，就说想养那个全尺寸确实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了。但是目前在达拉斯呢，油价也不便宜了。今天呢 ，regular 汽油都已经4块4了 ，regular 汽油4块4哈。但是我依然看到这些大神们去接孩子，开那些大皮卡，开那 SUV， 打着空调不带熄火的。看来德州这边、达拉斯这边对油价的敏感度啊，还是不太高啊。看来这个油价还有上升空间，但是我希望你别太上升了。哈哈。当然呢，如今这车事是纷纷扰扰，非常 BT 哈。在这2年，大家如果不是有刚需，或者不是有特别喜欢的车型，尽量忍一忍，忍过这个阶段，过了这个阶段呢，可能会好一些。当然，这个阶段会有多长，现在任何从业者他也不敢妄下结论啊。当然，这个阶段大家选车呢，不管你喜欢哪种技术路线，你喜欢哪种能源供给方式，你是买4缸、6缸、8缸的，你是买涡轮增压的，你还是买油电混的、插电混的，亦或是你已经提前进入到了电车时代，怎么选都是有道理的，存在即合理。大家呢找到一款适合自己的方式去选择、去购买。买车就是为了开心，不开心的事儿我们不做。以上视频，谢谢大家。